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乌克兰乌东四州的公投啊。这个公投啊，发生在9月27号。前几天呢，我就想聊一聊这个公投啊，但是一直没时间。今天国内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公投。9月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四州搞了个独立公投，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这个投票数据啊，从看起来还是很漂亮。这个卢甘斯克啊，主张加入俄罗斯的是98.42%，顿涅斯克是99.23%，这赫尔松呢低一点87%，然后呢这个扎巴罗热是93.11%。看起来从这个数据看起来是大多数人都渴望加入俄罗斯啊。这个结果一生效，那这4个州就属于俄罗斯的了。很多人啊都说我当年去采访当时去采访到乌克兰采访的时候说不中立，很多小粉红说我只去了乌克兰，没去俄罗斯。大家看到了没？以后再不能说这种话了。按照俄罗斯的标准呢，我去过俄罗斯了。那扎巴罗热啊、顿涅斯克啊，包括那尼古拉耶夫啊，现在在法律上来讲，那占领区都属于俄罗斯了。我说这个法律是俄罗斯的法律啊，不是乌克兰的法律啊，是吧？那么怎么看这4个州啊？这4个州独立啊，这4个州一独立之后，普京就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啊，这是几百万人的意志，乌东4州。然后俄罗斯的总理就说呢，欢迎回家。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些地方原本就属于俄罗斯，应该属于俄罗斯，现在终于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了。他们说战略目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搞啊，这4个州从此就成了俄罗斯的领土。大家都知道啊，俄罗斯在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它毕竟是入侵乌克兰嘛。因为那4个州怎么来讲，它不属于俄罗斯的。但是现在这4个州划归到这个俄罗斯之后啊，倒过来了。现在在这4个州打仗的这个乌克兰军队啊，变成了侵略军，而俄罗斯军队变成了什么？卫国战争。所以你看，普京在宣布这4个州回归俄罗斯的同时，在整个俄罗斯又动员军队啊，动员年轻人加入俄罗斯啊，加入俄罗斯军队，是吧？然后呢，据说要重新武装30万人，而且他同时说了，因为这4个州都属于俄罗斯了嘛，所以俄罗斯军队要进行卫国战争的时候，谁再敢乱动、轻举妄动，这西方国家呀，他不排除使用战略核武器。疯了，是吧？真的是疯了，想动用战略核武器。是吧？因为毕竟他原先他跟乌克兰打，说白了，他其实想动用核武器的理由是没那么充分的。但是现在他如果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这个理由不就充分了一点点吗？当然也就那么一丢丢，其实没啥用。我看他也不太敢用啊。国际社会说白了对这个结果是不承认的，欧盟就谴责，对不对？不承认。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提议投票，认为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是吧？俄罗斯自己就投反对票、否决票，说不能投票，不能投票。如果你真觉得你自己其实是正当的，你怕什么投票呢？是吧？他不愿意让国际社会就他这个乌东4州问题啊进行投票，用一个投票结果来解释自己现实的，反而害怕别人进行投票来对这个投票结果的正当性进行否决。你可以看他心虚到什么程度。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来讲一讲这个乌东4州啊。这个投票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规，有没有正当性？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结果肯定是没有正当性。为什么呢？我从几个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我觉得程序不合法，因为乌克兰的宪法，就当年他加入苏联的时候有个基本法，其实这里头就规定啊，乌克兰的领土如果要发生改变，必须经过全体乌克兰人的共同投票来决定。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利组织投票脱离乌克兰的，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宪法里规定的非常清楚。2012年的时候，乌克兰又搞了一部宪法啊，那部宪法后来虽然失效了，但是就主权领土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啊，跟上一部原先的宪法规定的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有加强。所以从乌克兰的宪法层面来看，任何地方政府都没有权利自行组织脱离乌克兰的这个公投。所以乌克兰这个也宣布了，这个不能随便参加这样的投票啊，参加这样的投票有可能会判处12年的监禁，就是因为这种投票本身违宪，这种投票。
所以从乌克兰的宪法层面来讲，从程序上来讲，这个投票呢是无效的。事实上，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顿巴斯地区其实也搞过一次公投。那次公投之前当地政府实际当地有一些民意机构就测试过，就是大概有35%的人希望加入俄罗斯，大概有40%几的人希望乌克兰政府给顿巴斯地区的人更大的自治权。然后呢，继续维持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但是呢，由于2014年乌克兰政局发生非常大的动荡，是吧？然后呢，政局当时乌克兰政府就提议取消俄语的官方地位，所以顿巴斯地区的很多反对乌克兰的势力呢，就上街游行最后起义然后这个俄罗斯军队进入这两个地区他们就搞了一次公投。这次公投呢，就主张独立，89%的人赞成，但是显然这89%其实跟我前面说的那个所谓的民调的结果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国际社会对这个公投也没人承认。虽然你搞了一个公投，其实也没人承认，就是程序不合法嘛。你地方政府没有权利独自搞一个想脱离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公投，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程序不合法。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投票内容不合法。这投票内容就有人讲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东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这东京的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就讲，他说你想想，现在这乌东4州，其中有一半的领土被大概乌克兰军队占领，有一半的领土是俄罗斯占领，然后呢，人口上来讲，其中也有一半左右呢是乌克兰这边的在管辖，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口现在归俄罗斯管。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俄罗斯军队控制的那个区域的那些人进行投票，你怎么能决定乌东4州整个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呢？因为在乌克兰这些控制的这些居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参加你这个投票的，对吧？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更何况，你想想，就算是在俄罗斯占领区，那个地方的很多居民，他亲俄罗斯的，他可能会留下来。那亲乌克兰的很多人在俄罗斯军队来了之后，他就跑了，跑到乌克兰的占领区了。你看我采访的那个乌克兰人吉利，他的父母就在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州的，对吧？俄罗斯军队来了以后，他们就跑到了扎巴罗热，乌克兰占领区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他肯定是不能参加这次公投的。那你说，那这些原本就属于这个乌东4州的居民，但他参加不了这场公投嘛？所以你这个公投的民意基础何在呢？这还是程序的一部分呢。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国际社会对这个整个这个投票内容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比如说 BBC 就报道，这些乌东4州的公投实际上是那个俄罗斯军队拿着枪把这个投票盒子送到了这4个州的居民家里，他不是在外面设的投票点呢，那他就是上门让你投票。那你上门投票的时候，你还拿着枪，你想一想，这能是一个公正的投票吗？肯定不是，而且规定一家只能投1张票。为什么？就是说你上门投票这个行为相当于记名投票，而不是不记名投票。我们都知道，一个公正的选举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不记名的，因为我的投票结果我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么你这个组织投票的人也无权知道我的投票意向。如果都是记名投票的话，那就不跟我们搞20大一样了吗？对不对？那不跟中国选国家主席一样了吗？是不是每次赞成票都274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3票，那不都是这么搞的吗？为什么记名投票谁敢投反对票那你俄罗斯现在在那个地区搞的那个投票结果、投票过程就是这么搞的嘛？没有密闭写票点，拿着枪上门去投票。那你想想，这种投票显然不是一个公正的投票过程，所以呢，这个投票过程本身呢，其实就也不合法。所以这个乌东4州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公投，所谓的跟这个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在国际上没人承认，我个人觉得是有道理的，它就是一个非法的独立公投。那我们今天也要再探讨这么一个问题那就什么样的公投算是合法的，能够被人承认的？什么样的公投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2014年的时候，苏格兰曾经搞过一次独立公投。
苏格兰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后来在300年前跟大不列颠这个国家大英帝国合并了，其实它叫联合王国嘛，对吧？但是300年来啊，其实有不少苏格兰人希望独立，尤其是近些年来啊，苏格兰有一个民族党，一直主张苏格兰从这个英国独立出去。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说这个北海油田呢，大家都知道北海油田是在苏格兰的海域，其实很赚钱。那么但是英国政府呢，把北海油田的所有的收益都归为整个英国的中央政府。那苏格兰人实际上享受不到太多的收益，所以很多苏格兰人就认为，如果苏格兰人独立了，就靠北海油田，苏格兰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但是现在这些收益都给了英国政府了，所以苏格兰人就很大一部分人希望独立。但是他们独立呢，你看苏格兰人独立呢，他并没有竞相自己搞独立公投，那么苏格兰就自己跟英国政府谈判，谈判了很多年。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等于英国政府跟这个苏格兰政府签署了一个爱丁堡协议，就允许苏格兰按照自己的程序，按照爱丁堡这个协议的程序组织一次独立公投。那后来苏格兰民族党当时也是热情很高啊，在2014年的时候，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就在苏格兰组织了一次独立公投。当时双方都在动员，英国政府是希望苏格兰能够继续留在大英帝国里面，联合王国里面。那么苏格兰民主党就希望苏格兰能够独立，双方都在说这是你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机会。那么最后投票的结果呢，是反对独立的人大概占到55%，赞成独立的人只有47%，所以这次独立公投等于失败了。失败了，结果大家就接受呗，所以苏格兰没有独立成功。但最近2年呢，苏格兰又有一批政治人物希望再搞一次公投，他们希望在2023年，也就是明年搞公投。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当年我们搞独立公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英国留住苏格兰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可以跟英国一起留在欧盟里面。但是现在你英国呢，你自己从欧盟跑出去了，但是我们苏格兰还希望能够留在欧盟的大家庭里，所以不算了，我们希望再搞一次独立公投。但是这个呢，英国还没有同意，所以苏格兰还在跟英国谈。所以你看，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公投其实是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的，就是英国允许苏格兰搞独立公投，苏格兰搞的这个独立公投才有效。但是相反的例子是谁呢？相反的例子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这加泰罗尼亚呢，在西班牙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它呢人口大概占西班牙的10%，但是它的 GDP 呢占到整个西班牙的20%，它的税负呢大概也占到了西班牙的20%。所以加泰罗尼亚的人就觉得西班牙人盘剥了他们，再加上历史上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之间也有一些恩怨情仇，再加上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加泰罗尼亚的人的被剥夺感就更明显了，因为西班牙的经济当时一落千丈嘛，所以加泰罗尼亚人呢在2008年之后很多人提出来希望能够独立，从西班牙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的最高法院裁决加泰罗尼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事就卡在这儿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加泰罗尼亚呢，就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独立势力，这个头呢叫卡莱斯，就是加泰罗尼亚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个领导人呢，他就希望自己径自搞一个独立公投。这个独立公投就是西班牙你不同意，我自己也要搞。是吧？这个公投就在2017年的10月1号搞的，而且他们自己议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如果这个独立公投没通过，政府自动解散，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如果通过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宣布独立。结果这个独立公投通过了，这赞成票大于反对票。然后呢，当时在10月27号的时候，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就宣布，这个加泰罗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但是呢，西班牙政府不承认呢。紧接着就过去要抓这些人，这卡莱斯就从加泰罗尼亚跑到了比利时，就流亡了，是吧？然后那个西班牙政府就对他通缉几个这个加泰罗尼亚的这个主张独立的那些政治人物都跑了，都独立了。
他们在国外成立了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流亡政府，但实际上也没啥用。他现在的欧盟地区旅行啊，还经常被人抓起来，在德国还被捕过，是吧？那加泰罗尼亚的这个公投为什么没有最后被承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公投是在秩序之外的，而不是在秩序之内的。如果在秩序之内，就必须西班牙的最高法院裁决允许他进行这个独立公投的时候，这个独立公投才有效，否则的话，这个独立公投就没有效。但是很多人肯定会问啊，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民意，加泰罗尼亚的民意，明明是大多数人主张独立，西班牙政府却不能承认呢？对于一个国家的人，这个民意该不该支持，该不该尊重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央政府，中国啊，咱拿中国做例子啊，比如说中国在这个三峡这个地方修一个大坝，是吧？因为没这个水电嘛，举全国之力，因为全国的电费里头每度电里抽1分钱出来0.1分钱0.2分钱，我记不清了啊，出来筹集三峡建设基金，在这个地方建一个三峡大坝。建好之后，宜昌一看，我们要是独立了，那就发了。你想啊，三峡大坝归我们，对不对？我们卖电费，那全中国其他地方都得买我们的电费，那我们宜昌立刻成为发达国家，比美国还富，比沙特还富，对不对？那么如果宜昌是搞一个独立公投，很可能就通过了。所以你看到这情况复杂了吗？对于一个共同体内部啊，它其实是基于一个你不能分离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好利益均衡。如果你要是随时都可以分离，其实这个利益均衡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很多国家的宪法层面它都规定，如果你要是分离的话，必须得经过中央政府同意，必须在规则之内，不能在规则之外。你就拿美国来讲吧，其实美国当时啊，合众国的那些制宪会议的那些先贤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合众国的退出机制。当时都在想着这些殖民地反抗英国，我们自己组建一个联盟，组建一个国家。谁曾想到有一天这些联盟、这些州之间会打起来呢？没想到。但是后来的南北战争时期啊，南方那些州就不干了，认为你北方这些州你们可以搞自由，我们就想搞蓄奴啊，有什么不行的呢？所以南方7州就从美国宣布独立了，宣布脱离美国联邦，然后组建了一个南方联邦。那么北方这些州就认为南方这些州是叛乱州，林肯就认为这是永久联盟，你没有权利退出。南方州的理由是宪法修正案的第10条，当时规定的说，凡是合众国没有的权利，联邦没有的权利都归州。那么你联邦政府没有权利以武力强迫我留在联盟里，所以我独立，我有这个权利；我脱离联邦，我有这个权利。但是以林肯为代表的北方州认为南方州没这个权利，最后这个分歧啊是通过武力解决的。当南方州都被北方州击败之后，事实上美国啊，其实各个州也就没有了退出联盟的权利。后来在1869年的时候啊，美国呢有一个案子叫德克萨斯诉怀特案，其实这个案子啊，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其实州是没有单独退出联邦的权利的。当时他们那个大法官啊，在这个裁决词里头啊，判决词里写道，他说这个联盟啊，这个联邦啊，不是像人和人之间随意签的那个合同可以毁约，它是一个永久联盟。这个联盟啊，如果有问题，这个联邦如果有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内部自己的完善来解决，不能退出。那么这之后啊，实际上就等于美国在法律层面上其实否决了州自己脱离联邦的权利。也就是说，美国如果要是州想退出联邦的话，也需要美国所有的州3/4还是2/3啊，这个州啊，你必须州议会通过修宪程序才能完成这个州单独退出美国联邦的权利。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美国修宪比登天还难，是吧？所以等于美国要是某一个州想退出美国联邦的话，也得通过其他州同意才可以，你自己想退出没门。2010年的时候，夏威夷有一帮人正儿八经的想搞这个独立的，他们想搞独立公投。后来呢，夏威夷州的最高法院裁决说，你搞的这个独立公投啊，不能以违反宪法为目的，也就是说宪法本身不允许州
这个层面的这个自己单方面的脱离，所以这样的公投你也不能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美国啊，其实如果你要是单独搞一个州来搞独立公投的话，也是不合法的。说到最后，咱们再说回这乌东四州啊，其实乌东四州如果要是想真正搞独立公投，它其实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方法就是跟乌克兰政府去协商。那么乌克兰政府呢，如果要是基于他们这4个州特殊的地位，或者给他更大的自治权，或者是允许他搞一次独立公投，或者是不允许，是吧？这都需要协商来解决。在没有跟乌克兰中央政府协商的前提下，这4个州啊搞的公投肯定是无效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刺刀之下进行的这种公投，那就更加是无效的了。所以国际社会啊否决这4个州的这个独立公投加入俄罗斯公投的正当性，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道理的。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说王军，你说这外国说了这么多，咱说回中国吧。那你觉得台湾如果要是搞一个独立公投，你觉得有正当性吗？其实啊，台湾现在大家都知道，主流民意可能都认为自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要是搞独立公投，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话，我相信肯定这个独立公投能通过。但这个问题啊，我就不想回答了，我想让各位思考一下。如果台湾搞一个独立公投，在法理上它有没有正当性？那么，нехай згинуть воріженьки на вічні віки, нехай згинуть воріженьки на вічні віки. Як вороги кляті нас на кіл саджали, як живцем палили, у смолі пекли. Козаки у ката життя